快走！磨蹭什么？50两银子，那是你几辈子都挣不来的福气。福气？阿四姐姐被送进去，3个月就成了一具尸体，这也是福气？那是他命薄，你不一样。你进了京城最大的花楼，有的是富贵让你享，别不识抬举。我爹押着我往花楼去的时候，路过将军府门前，正赶上出殡的队伍回来。你个死丫头，反了你了！我心一横，学着戏文里那样，郎君记去，切不独活！你是何人？骆老夫人，我是骆郎的相好。骆将军出征前与我相识于灯会，我们早已私定终身。他说待他凯旋，便会八抬大轿娶我过门。可如今既然他死了，我也随他去，只求骆老夫人开恩，将我葬在骆郎身边，全了我们这段情分吧。这是风儿的荷包。将军，你的东西！把他抬进去，找大夫治伤。拿着钱滚！从此以后你跟他再无关系。姑娘，你醒了。孩子，感觉怎么样？头还疼吗？老夫人，快躺好，别动。你这孩子性子太烈了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骆府上下见我忠烈，对我好得不得了，衣食住行都胜从前千百倍。骆老夫人还每天都来看我。老将军马革裹尸，如今风儿也……唉，我守了半辈子寡，没想到你这孩子也要受这份苦。看到你，就像看到了当年的我。老夫人，您别难过。姑娘对咱将军真是用情至深，这都半年了，还是日守着灵堂，可不是吗？当初还差点殉情呢。走吧，走吧。我做了那么大的亏心事，当然是怕鬼来敲门的。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若是我去世以后，村里的赵八狗到处说我是他的相好，那我一定从棺材里爬出来，掐死他。骆小将军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不该恩将仇报，我真的不想被卖掉，也不想再回去挨我爹的打，不想每天吃馊饭，我只是想活下去，想活得像个人样。我知道我骗了你们，利用了你的名声，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求求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和我一个小女子计较。你要是真有在天之灵，就保佑我，保佑我能安稳的活下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晚上来打扰你，我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守寡的日子像头猪，醒了吃，困了睡。真的，大少爷回来了！天啊，真是祖宗保佑，老夫人要高兴坏了。别吵，吃鸡腿呢。
喂，醒醒！鬼，是我天天在灵前忏悔，把正主给念叨来了。小将军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要败坏你名声的，我不会白白占这个名头的。你要是不嫌弃，我守着你一辈子，我天天来给你上香磕头，保证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。要是我有半点不安分，您就让天雷活劈了我。天雷只会劈坏人，可不劈蠢人。蠢是蠢了些，你这么个小姑娘，大概天雷也舍不得。有影子，是活人，太好了，将军还活着。不对，那我冒充他相好的事情，活的，怎么会是活的？我的凤儿，你真的回来了，娘不是在做梦吧？娘，孩儿不想让你担心了。哎呀！我的儿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，凤儿竟真叫你盼回来了。你进门这半年，我天天求神拜佛，一定是你的诚心感动了上天，我儿没死，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！完了，他要怎么揭穿我？是直接说不认识我，还是把我当成疯子乱棍打出去？听说啊，你真是我们骆家的福星啊！娘，你好像吓着我媳妇儿了。听说是我死乞白赖的贴着你，你才同意跟我好的，是这样吗，夫人？起来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赵听书，是城西佃户的女儿。温柔情性亦疏慵，未听书声心转浓。名字倒是不错，看来令尊是读过书的。将军误会了，我有这个名字，是因为我娘当初拼了命在生我的时候，我爹还在城里悠哉狭哉的混在茶馆里听人说书，所以我便叫听书了。他听得高兴了，又去赌场转悠了2圈，把家里的钱输光了，所以请不来稳婆。听说我娘难产而亡的时候，连棺材都买不起。但凡日子过得去，谁愿意来给死人做妾呀？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要撒谎，也是你有本事，竟然骗得了我娘。我刚回来时听说多了个媳妇儿，还吓一跳呢。起来吧，地上凉。将军，您是怎么从战场回来的？传言都说您已经战死沙场了。这个嘛，当然是被敌军俘虏囚禁。我以1敌万，杀出万军之中，过5关斩6将，拼了半条命才回来的。真的？将军您太厉害了！假的，我跟别人当然要这么说啊，不然怎么体现我的英勇神武？那真实情况呢？我在战场上重伤昏迷，被敌国的金珠公主给抓起来了。然后呢？他有没有对你严刑逼供？比那更可怕，他威胁我，要我做他的第36个面首，我宁死不从，好不容易才逃回来的，狼狈的要命。啊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好了，现在我也有秘密在你手里了，算扯平了。嘘，互相保密吧，小夫人。怎么办？死鬼丈夫忽然变成了大活人，还聊得我面红耳赤。我这么坏，还污蔑你的名声，你明明可以拆穿我的，为什么还要和我交换秘密呢？名声能值几个钱？我娘要是知道实情，就算不要你的小命，还能不剥你一层皮？将军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行了，别给我发好人卡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听说啊，你早已经是咱们洛府的人了。我知道姑娘家脸皮薄，
可是你和风儿也该有个孩子了。啊，可是将军还没有娶妻呢。哎，哪还管得了这个？不是说大户人家最重脸面，无妻先有庶子，这不好吧？他这次回来叫我明白了，这上战场就是有今朝没来日的。他爹当年就是……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他再有个3长2短，咱们孤媳寡母的怎么过下去呢？还能怎么过？这半年来不也过下去了吗？不过细想倒也是这个理。洛家把我从我爹手底下救出来，洛风还帮我隐瞒秘密，这是大恩，一定要报的。听书都听老夫人的安排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将军，快来睡觉呀！不是，我们这个……快睡快睡，宋子娘娘要等我们都睡着了才能出现呢。这，不然呢？哦，我怎么给忘了？你们大户人家规矩多，一定是有讲究的。那睡着之前需要祈祷一下吗？是要拜哪个方向，还是有什么咒语要念？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宋子娘娘她是按功劳领月钱，不是凭空做慈善的？我明白了，那明天我们去宋子娘娘庙烧香，多烧一点，再捐点香油钱，这算不算给宋子娘娘送功劳？赵听书，你真是好样的！你可别告诉我你一夜没有睡着，那样宋子娘娘不会灵的，她会以为我们心不诚。不，她来过了。真的啊？真的，她还围着床头转了好几圈。然后呢？她给我送宝宝了吗？然后她吐了你一口口水，就走了。你骗人！你真没睡啊？不困吗？睡不着。为什么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说出来我帮你。我在想，就你这个脑子，是怎么骗过我娘，让她相信咱俩是一对的？可能当初我血刺呼啦的样子比较有说服力，直接把老夫人吓到了，来不及思考。怎么了？我更愿意相信，是你当初把脑子撞傻了。你才傻，你全家都傻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咱们将军可真是堪称奇将。是啊，我听说将只身潜入敌方，直入腹地，烧毁了敌人的大本营之后全身而退。不对，我听的版本是将军被敌军俘虏，刀斧斜身而不退，蛰伏多日，终于杀出敌营，以一敌万，英勇难当。不管是哪个，咱们将军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那是自然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这肚子怎么就没动静呢？不应该啊，宋子娘娘庙也去了，香也烧了，功劳也送了，一定是香烧少了。听说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给宋子娘娘送功劳。你这孩子别太急，心要放宽些。但我还是觉得肚子和心没关系，一定是我香烧少了。不写了，我根本就不是这块料。小时候爹爹教我，技不如人要练，不通文墨要学，总之要靠自己。不过，夫人可以靠我。没完没了，阴魂不散，我都躲回家了，你还想追来？将军别气，气大伤心肝脾胃肺，先喝口茶顺气。怎么了？又是阴魂，又是不散的，遇到鬼啦？要是见鬼倒好了。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金珠公主吗？
记得啊，要收你做第36个面书的那个。他追到这儿来了，现在两国议和，他作为使者，皇上还钦点要我陪他熟悉京都。赔就赔嘞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值得你气成这样？你在他的地盘上，他都没能得逞，现在来到咱们的地盘，他还能霸王硬上弓不成？你懂什么？这不是霸王硬上弓的事儿。如果只是单纯的议和，当然不会派一个公主过来。万一皇上为了表示诚意，下旨赐婚，那我后半辈子不就和他绑定了吗？要是真能换来两国和平，倒也不算坏事。皇室里那么多公主，都可以为了邦交去和亲，她们远离故里，再不回乡。而且大概也是公主留下嫁人，又不用你背井离乡的入赘，你好像也不亏啊。你这小脑袋瓜里装的都是什么？这是亏不亏的事儿吗？嫁娶这种事是要有感情的，不然就是一对怨偶。我和他就不止怨偶那么简单了，那是你死我活。咱们俩认识之前，别说感情，连交情都没有，现在不也挺好的？也没见你死我活的。那不一样，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嘛，又不能一概而论。这不就结了？那你跟他培养啊，真要是成亲了，你们以后有一辈子的时间呢。赵听叔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们俩，我和你是……对不起啊，只想着两国邦交了，是我没考虑你的感受。你要是不喜欢他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嘛。反正他都有35个面首了，也不一定非缺你一个。办法有了。我问你，当初进骆家的时候，大家都以为我死了，所以我娘只是把你接进来，根本没有下聘书，对不对？肯定啊，人都没了，还下什么聘书？所以在名分上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妾室，还是未嫁女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我现在以正式之礼迎娶你，你我结为夫妻，就可以躲避赐婚了，对不对？等等，夫妻？所以，如果我先娶了你，有了正妻，陛下就没有办法再把公主塞给我了，对不对？好像对，但又感觉哪里怪怪的。可是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！你不想违心娶公主，就要违心娶另一个人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娶你是不是自愿啊？别说自愿了，你连知情都没有，是我赖上你了。你心善，没有办法丢下我不管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这辈子都不会有交集。我知道这么说很不识抬举，但我不能那么自私。而且我这种做法也不提倡啊。我一个大字不识的贫家女，如果真的这样靠坑蒙拐骗上位成功，那简直没天理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会带坏风气的。我保证，成亲的第2天，将军府门前就会出现180个女孩要撞柱，不把石狮子撞碎都不可能罢休。将军姑娘，不好了！门口有人闹事。什么人？是一个老无赖，他说他是姑娘的爹，是将军您的老丈人。他堵在门口大喊大叫，说将军府应该孝敬他，让他进来享福，不然就天天来闹。如果我是土行叔，现在一定就地挖了好几孔井。骗人的是我，得利的也是我，我有什么资格委屈？将军，你把他赶出去吧，连着我一起赶出去，别让他再有机会缠着骆家了，求你了。当初您肯撞得头破血流也要挤进来，现在还没见到人呢，就开始打退堂鼓了？你就这么怕那个老泼皮？有句古话说得好，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从前我什么都不懂，只将这时来的雅惠奉为灾孽，却在此刻开始质疑，难道我的一生都要被这种所谓的孝道捆绑吗？可书上的道理若不对，怎么会引得这么多人趋之若鹜？他要胡搅蛮缠就随他去，也不是谁搞死缠烂打这一套，小爷我都乐意的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还认他做父亲吗？可以不认吗？原来我可以逃，就像当初郑开我爹奔向洛府一样。既然我的生身父亲视我如货物，那便当我是货物吧。他已经与洛府银货两休，那我就不再是谁的女儿了。书上不一定都是对的，它只代表了一种思想，而此刻主宰我的是我自己的思想。郎君，走。
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。我收回初见的那句话，你才不是蠢人。不过夫人，莫等旁人弃你，理应是你抛却过往，重获新生。郎君，我去赶他走。一个无赖而已，我会怕他？走，夫人，今天叫你见识见识为夫的雄姿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大家快来看看啊！骆将军霸占别人家的黄花大闺女，连老丈人都不认了，造孽呀！真的假的？骆小将军能做出强抢民女的事儿？骆小将军能干出如此？将军，你可算出来了！我是听书的爹呀！你不能有了我女儿就不要老丈人啊！这位老丈，你怕是认错人了吧？你说你女儿娱了我家做妾，好啊，你把凭证拿出来。聘才何在？媒妁何人？拿不出婚书，你在这里放什么狗屁？我们家行善，当初见令爱可怜，买下她后就放她自由了。怎么现在又想来讹钱？他不就站在这儿吗？啊，哦，你说我身边的这个啊？你这老眼昏花的泼皮可别乱认亲，这是我嫡亲的童养媳，是我父亲老部下的女儿，我们打小定的娃娃亲。后来她没了父母，从小就养在我们骆家。你胡说八道！闭嘴，别来沾边。我未来夫人干干净净、冰清玉洁一个人，岂容你这等无赖污蔑？你说她是你女儿，你叫她一声，她答应吗？难怪他瞧不上胡搅蛮缠那一套，原来他自己就是个中好手。丫头啊，你可是爹的亲闺女啊！现在你飞黄腾达了，就把我抛开，你怎么对得起你早死的娘啊？婆娘啊，你造了孽啊，赔上命就生下这么一个不孝女啊！想当年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我自己饿着肚子也把那半个窝头省下来塞给你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你长大。你现在翻脸不认人，各位街坊邻居评评理呀！我含辛茹苦把女儿养大，当年家里揭不开锅，我把最后一口窝头都让给了他，自己饿得昏死过去。谁知他如今攀上了将军府的高枝，就不要我这个亲爹了啊！我的命好苦啊！别怕，我叫人把他扔出去，绝不让他脏了你的眼。不，郎君，等等。他怎么有脸说得出口？晦气，又输了个精光，家里还有什么能卖的？爹爹，隔壁婶婶给的窝头我没舍得吃，留给爹爹吃。呸！什么破烂玩意儿，割嗓子！饿死鬼投胎吗？老子的东西你也敢偷吃？给我吐出来！原来，当年我呕出的那口带血的发头，竟然成了他嘴里感天动地的救命口粮，真是可笑至极。看这老头哭得这么惨，难道真是将军夫人的亲爹？不好说，将军夫人要是真不认亲爹，那可是大不孝啊！来人，把这个胡言乱语的疯子！难道他又要心软？面对这样一个吸血的无赖，他还要顾念那可笑的亲情吗？怎么，你想认他？哎呦，我的乖女儿，爹就知道你不会忘本的。郎君，我认识他，还真是亲爹！将军府要多个老丈人。郎君忘了，前些日子的灯节上，这人偷了我的荷包。好个狡猾的丫头，差点连我都骗过去了。那天晚上，他被你抓了现行，是我见他年迈可怜，你才没送他见官。谁成想人善被人欺，他不知感恩也就罢了，今日竟然讹上门来。郎君，
原来好人是不知道有好报的。是，夫人人善，却被这等恶徒利用。老贼，本将军念你年迈，放你一马，你竟敢来我将军府门前撒野，还敢污蔑我夫人的清白！原来是个偷马！我将军夫人怎么可能有这种破品？真是不要脸！死丫头，既然你不想认爹，那就别怪我鱼死网破。冤枉啊，青天大老爷们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啊！半年多以前，就在这将军府的门口，她为了逃婚撞了那尊石狮子。当时有那么多人看着，大伙儿有没有看见呢？替小老生说句公道话呀！半年前那场热闹我倒是赶上了。对，你当时是不是看到了？就是他呀！可当时那姑娘撞了一头一脸的血，连五官都糊住了，吓死个人，谁能看清到底长啥样啊？就是，虽说没见着正脸，但我记得可清楚呢。当时那姑娘瘦得和一根豆芽菜一样，风一吹就能倒，好似下一刻就要背过气去。你再看看人家将军夫人，这气度，这身段，养得白白胖胖水灵灵的，哪里是当初那个快饿死的叫花子？多亏了洛府这半年的好伙食，硬生生把我养得换了个人。呸！这老破瓶就是看人家孤女父母双亡，将军又宠爱，就来碰瓷讹人，好大的脸皮！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。那是我们将军的未婚妻，正儿八经的童养媳。要真是你这种老恶棍的闺女，将军能看得上？老东西，你这戏唱的漏洞百出，连街坊们都骗不过，还想讹诈我将军府？二狗兄弟，大家不信我，总该信他。这是我们多年的老邻居，他从小看着我女儿长大的。快说，你告诉他是谁？二狗，你倒是说呀！对呀，大伙儿听听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一个泼皮老无赖找来的证人，能什么好鸟？这流氓找来的人证，难不成比我们战功赫赫的骆将军说的话还要真？就是骆将军绝不会撒谎。依我看啊，他要是真敢做这个伪证，就得先送到京兆尹的衙门里去，把那大刑全都受过一遍。等他从大牢里活着爬出来，说的话才算可信呢。去！老东西，你发什么疯？二狗兄弟，你女儿，人家好好的将军夫人，受得了你在这里满嘴胡念？我可不认识你这个老骗子。不可能，那明明是我闺女，我养了她10几年。堵上她的嘴！阿叔，我都忘了，当时这老贼偷你的那个荷包里，一共装了多少钱？大钱律法，10贯以下杖刑，至30贯判坐监流放，50贯以上处死。他是故意这样问的。他把处置这个人的权利完完全全的交到了我手里。怎么不说话呢？刚才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是些散银，还有银票，大概30、40贯的样子。30、40贯，那可是大罪啊！他曾余我一条命，今日我也饶他一命，但他余下的人生都该饱经牢狱之苦，与老鼠臭虫为伴，永远留在黑暗里。30、40贯，数目不小。来人，押送京兆尹衙门，按律处置。是，活该，早就该抓起来了。托我那位便宜岳父的福，现在满京城都知道我洛风有个金屋藏娇的童养媳了。那郎君可要小心了，童养你可不好养。就是这儿。回公主，这便是骆小将军的府邸。敢问贵客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本公主也是你们能拦的。我倒要看看洛风那头倔驴到底在府里藏了什么天仙娘子。一个穷酸破落户也敢抢我看上的男人，看本公主怎么收拾他！别动，别动！嘿，看你往哪儿跑！少夫人，您快起来吧！这要是让老夫人瞧见您这副模样，又该念叨了。哎呀，你别吵，我马上就抓到了。这只绿头大蚂蚱，我盯了它足足1炷香了。
那个狐狸精在哪儿？给我滚出来！我的蚂蚱！少夫人！哎呦，我的亲娘哎，这青石板怎么这么硬啊？坏了，我这一扑，该不会把这尊贵的异国公主给吓出什么毛病了吧？这要是碰瓷，算谁的？你别哭啊！摔疼的是我，你哭什么呀？这可能是一种很新的宅斗手段，向情敌示威的最高境界，就是比情敌更柔弱。不确定，但装可怜陷害人一般哭不了这么丑啊！这公主是真下血本了。秦珠，你想干什么？冲我来！带这么多人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，这就是你们栾城皇室的教养吗？他是不是打你了？还是想装可怜陷害你？别怕，有我在。没打我，陷害吗？我也不确定。但你看他哭成那样，像装的吗？你少来这套！我警告你，别想在我府里耍花样！你还敢动手？哭够了没有？你堂堂一国公主，闯进我府里抱着我夫人哭，到底是什么毛病？你闭嘴！本公主现在不想搭理你这头倔驴。公主殿下，您有话好好说，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心里毛毛的。太像了，真的太像了。像什么？你长得和我那早逝的娘亲几乎一模一样。什么？你娘？无论是这双眼睛，还是鼻梁的弧度，甚至连刚才受惊时微张嘴唇的样子，都和我记忆里的娘亲如出一辙。要不是你的身份、年龄、生辰八字全都对不上，我简直怀疑你才是我娘亲生的，我是被捡来的。这太炸裂了吧！他本来是带着35个面首，抱着搞死情敌的心态杀上门的，结果他恋地给自己认了个娘。乖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你还真喘上了。看到没？你夫人我仅用一张脸，就和平解决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，兵不血刃，懂吗？我就靠一张脸将情敌打击的溃不成军，痛哭流涕，当场落败。小听说，这珠钗配你的肤色简直绝了。我说这好东西，只有你配得上。金珠，你这送的也太多了，我真用不完。小听说，跟我回栾城好不好？栾城有数不尽的金银美玉，我全都送给你，谁都不能跟我抢你。到时候我也给你找几10个面试，个个年轻貌美，伺候你洗洗打扮，怎么样？金珠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栾城公主，你再敢教唆我夫人养面羞，信不信我直接把你扔回驿站？小气鬼，你懂什么？我这是在孝敬我娘。小听叔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离开了母亲，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让我觉得亲切的人，这头倔驴还不让我靠近你。你干嘛老对他凶巴巴的？我凶？他都要把你拐跑了，我还得供着他不成？要不然这样吧，我嫁过来，咱仨一起过日子。你看啊，买1送1，我不吃亏。理论上来说是的，只需要一场婚姻，他就同时拥有了新郎和新的娘。滚！你还真是来和亲的呀？你真能舍得栾城那35个面首？男人哪能跟钱比？你当我就这么稀罕你家这头倔驴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和阿叔这次来是代表栾城来和平谈判，开通两方互市的。
两国交兵已久，战事连绵不断，边关凄苦，百姓更是苦不堪言。我曾对着那块牌位求愿，求不要再有战争，求战场不要再带走一个又一个像他这样的人，求家家圆满，户户平安。若两方真的能和平相处，互通有无，那对任何人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。那谈得怎么样了？陛下答应护氏了吗？阿叔不肯告诉我具体的细节，但是看他这些天从朝堂回来后的脸色，应该不太顺利。听说你们大前朝堂里有很多老顽固拿着什么祖宗遗训，死活不同意跟我们栾城交好。连内情都不告诉你，那你们栾城派你来干什么？当急行务的吗？你这头倔驴懂什么？非要我当着你心上人的面提醒你，我原本就是追着你来的吗？只不过我现在觉得追你娘子比追你划算多了。自从决定推动两国互市，阻力就如同一座座看不见的大山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是不是打探到什么消息了？互市的事情到底卡在什么地方？栾城也算物华天宝，朝堂上多少人暗地里吃着利呢？互市要是摆到了明面上，那群人岂不是断了大半财路？他们怎么肯轻易松口？可那些上位者的生活已经足够优渥了，不是吗？只因他们不肯放弃那一点点私利，就要阻挠两国邦交。他们明明是国之重臣，识君之路，却觉得国与民都不如自己腰包里的利益重要。他们没有吃过苦，就能对民生疾苦视而不见吗？战争是会夺人性命的，贫寒是能压垮人的，他们难道不知道吗？怎么会不知道？他们站在权力的顶端，看得比谁都清楚，只是他们不在乎罢了。金珠，我问你一件事。怎么了？你说。如果互市不成功，两国的和谈还有几分可能性？我实话实说啊，听说我们那个地方你也知道的，要财宝，我们栾城有的是金银矿产，但要说到吃食作物，那可真是不精，土地贫瘠得很。若不靠互市和平交易换取粮食，就是这次和谈勉强成了，将来为了生存，还是要打起来的，时日长短而已。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蚂蚁，在这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复杂的朝堂博弈面前，根本没能力改变什么。这群玩弄权术的心思龌龊，这里头的弯弯绕绕多着呢。我家老爷子要是还在，兴许能插得上手，我竟连边儿都摸不到。你们别这么看着我呀。其实吧，有时候洛风你说的挺对的，在栾城的朝堂大事上，我还真就是个摆着好看的吉祥物。那朝里总不至于烂了根吧？满朝文武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支持互市吗？我不信所有人都瞎了眼。那怎么可能？朝中清流还是有的，主要就是这么几个权倾朝野的搅屎棍在作祟。其实圣上心里也是有心想要互市的，毕竟互市能充盈国库，圣上不傻。既然圣上同意，那还有什么难办的？坏就坏在这儿，那群王八蛋为了阻挠，偏偏咬死了说圣祖爷曾经下过遗律。圣祖爷？他下过什么遗？他们说圣祖爷曾下令，大前与栾城永不相合。这一个大大的孝字压下来，谁敢违背祖宗，可不就难办了。所以现在朝堂上的形势不就彻底勾着起来了吗？这借口找的也太冠冕堂皇了。这遗训是真的吗？圣祖爷真的下过这种明旨？其实关于这件事，倒并没有圣祖爷留下来的圣旨或者明旨。可是那一阵子，咱们大前跟你们栾城的关系的确岌岌可危，边境摩擦不断。估计也就是圣祖爷当时正在气头上，顺嘴骂了这么一句气话，偏偏那个一根筋的起居郎把这句话一字不落的记录在案了。得，就这么一句气话，现在成了金口玉言，成了阻碍互市的免死金牌。咱们就是急死，任谁也不能再把小老头从地底下请上来当面问问了。这简直就是个死局。
想不到只1天的功夫，打破死局的机会就自己送上了门。只是这机会看起来似乎不太靠谱啊。想好了没啊？你们俩护市多好的事儿啊！利国利民，最关键的是还能有乐子看。要不是看你洛风小时候做过几年我的伴读，人还算有点意思，本皇子我还信不过你们呢。恕末将见语，殿下，敢问殿下突然插手护市这等朝堂大事，可是与夺嫡有关？夺嫡？夺个屁呀！白给我都不要，每天勾心又斗角，前朝后宫两头跑，操心费力不讨好，全年无休躲不了，我能有几条命这么霍霍啊？你告诉我，当皇帝那就是个苦差事。殿下，好诗才。你别以为我敷衍你，我今天就当众明志，我要是有半分争储的心思，就让我……殿下息怒，殿下高风亮节，我们怎么会不信呢？殿下身居高位，却不慕皇权，淡泊名利，还能心系黎民。殿下这般超凡脱俗的心境，当真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那什么，其实也不全是你说的这样，我私心还是有的。我就想着趁护市稳定下来，立个大功，到时我直接就一个远遁他国，去外面看看大好河山。等我跑没影了，让我父皇就算想传位，都找不着我人在哪，急死他。这话说的好像皇上老人家传位非他不可了一样。七皇子定然是个妙人，如果少一点这种盲目的自信就更好了。知远兄，你想怎么做？那些个老匹夫仗着自己胡子白，天天在朝堂上哭天抢地。哎呦喂，圣祖遗训啊，绝不可与栾城交好啊！我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他们不过是舍不得自己手里的那点利益。护市一开，边关走私的暴利就没了，他们能不急吗？所以，就算陛下有意促成护市，也难堵这悠悠众口。那群人不是非要举着所谓皇爷爷的遗训冲大尾巴狼吗？既然他们想装神，那我们也可以弄鬼啊！这里可是京城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这怎么叫胡闹呢？这叫师夷长技以制淫。5天后不就是宫宴了吗？百官皆在，栾城使臣也在。我们就当着所有人的面，让圣祖爷显灵一次。你疯了！假借圣祖之名，这是掉脑袋的死罪！七殿下，这太冒险了。哎呀，怕什么？我们祖孙俩联手，还能吓不死这帮心怀鬼胎的外星人？计划是什么？要怎么让圣祖显灵？这显灵嘛，得有天时地利人和。天时和地利我来安排，但这人和，我需要栾城那边有一个绝对可靠的内应。如果需要栾城的人，那没有比金珠公主更合适的人选了。聪明！这事儿由栾城的公主亲自说出来，可信度直接翻倍。金珠公主性情直爽，她能演好这场戏吗？放心，交给我。公主虽然天真，但她对大钱和栾城的和平比谁都渴望。只要我跟她说明厉害，她一定会答应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5天后的宫宴，我要让那帮老匹夫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哎呦喂，骆大将军，大白天的你要谋杀皇子啊？明日就是宫宴了。我知道啊，怎么了？紧张了？我要你给我一个承诺。什么承诺？能让你洛风求我，这事儿可不小啊。听说他现在还不是我骆家父，没有骆家的庇护，万一明日的事情败露，陛下震怒追责，我洛风烂命一条，死不足惜。但至少，你得替我保住他，护他周全。哈哈哈哈！追责？谁会追你的责？你笑什么？假传圣祖旨意，这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你以为这是儿戏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这脑子是进水了吗？你以为这事儿是谁让我干的？你是说，陛下他没上面那位指使，我未必有这么大胆子呢。你以为老头子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？他不过是借我的手来敲打那些不听话的狗罢了。你平常可是有800个心眼子的人，怎么今天这都想不明白了？情爱果然会让人愚蠢，堂堂骆小将军居然变成了个满脑子只有女人的蠢蛋。殿下在说谁是蠢蛋？哎呀，小娘子来了，我正在说洛风呢，你可别嫌弃他，这蠢蛋刚才正在这儿跟我交代后事呢。他是关心则乱，生怕明天连累了你，
你可得把他的这份心意记在心里啊。你刚才对殿下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听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危。不用你安排我的退路，我已经拜托了金珠，明日他会将我扮成他的贴身婢女，混进宫去。胡闹！宫中凶险万分，随时可能掉脑袋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若真要追责，哪怕我不是洛家的人，也跑不掉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为何不亲自去看着你？当初在府门前，我孤立无援，面临绝境，你不曾留我一人。现在，我也愿意陪你走这一趟，无论生死。你别往心里去，我刚才跟殿下说的那些交代后事的话，都是瞎说的。这世上哪有夫妻俩不是一家的道理？既然成了一家人，自然要同生共死。喂，你们两个够了啊！当我不存在是不是？本殿下是来商量国家大事的，不是来看你们卿卿我我的。是你俩滚，还是我滚？这是我家。行，我走，我滚还不行吗？真是一股子酸臭味。金珠，我这装扮能行吗？宫宴上那么多人，谁会注意一个小侍女？你就跟在我身后，没人会发现的。好，别怕，咱们这是做善事，老天爷会保佑的。今日宴请栾城使团，朕意在重提护少之举。两国贸易往来，乃是造福边民之利事。众卿以为如何？陛下，陛下，请听金珠一言。公主请讲。其实，金珠昨夜做了一个极其古怪的梦，至今心神不宁。我梦见一位极其威严的老者。他身穿明黄色的长袍，上面绣着五爪金龙，浑身散发着金光。那位老者在梦中对我大赞护市之举，说是能造福两国百姓。只是什么？公主但说无妨。只是他说，如今护市遇到了小人阻挠，故而老者愁眉不展，在梦中连连叹息。哦，竟有此事？那老者长什么模样？他长着长长的胡须，眼角有一颗极其显眼的黑痣，手中还握着一把镶着红宝石的绝世宝剑。这形貌特征竟然与太庙中圣祖爷的画像一一吻合。难道真的是圣祖爷显灵，亲自托梦给了栾城公主？这岂非天意呀！一派胡言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就算圣祖爷真的有灵降下，怎么会托梦于一个外邦女子？陛下，这分明是栾城巧言令色，狼子野心，企图用妖言惑媚来干涉我大前内政。陛下千万不可听信妖言啊！圣上明鉴，我家公主冤枉啊！我家公主10几年来从未出过栾城半步，连中原的字都不认识几个，怎么可能知道大前太庙里的事？若非真的是鬼神托梦，我家公主如何能知晓大前圣祖的容貌，又如何能知晓他眼角有痣，裴剑镶着红宝石这等居秘实情呢？一回生二回熟，做戏嘛，我如今也算半个内行了，看你们怎么接招。是啊，那外邦公主连字都不识，怎么可能知道的这么详细？莫非真的是圣祖爷不满我们阻挠，亲自显灵了？这位婢女所言极是。公主，既然是托梦，那梦里皇爷爷还说过什么其他的旨意吗？那老者在梦中对我说，今晚戌时，京城上空必有异象降临，请诸君静候天意。装神弄鬼，这简直是装神弄鬼，不可理喻。好，既然得圣祖运币降下预兆，朕心甚慰。朕愿与诸位卿家在此同观这虚实异象，朕倒要看看圣祖爷究竟有何旨意要传达。陛下，栾城狼子野心，两国护市万万不可呀！圣祖皇帝曾留下遗训，绝不可与栾城交好。陛下若是执意护市，便是违背祖宗之法，臣等宁死不从。
祖宗之法，你们张口闭口祖宗之法，究竟是怕违背圣祖，还是怕护氏断了某些人的财路？臣等一心为国，天地可见啊！你们中原人就是啰嗦，不愿意和谈就算了，本公主大不了回去整顿兵马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启禀陛下，殿外广场之上突然汇聚了成百上千只青调。青调，那可是圣祖皇帝生前最爱之神鸟。你说什么？青药聚集？回陛下，大批青药盘旋而下，黑压压一片，将整个广场覆盖，此乃百年未有之奇观。陛下不可啊！夜半飞鸟聚集，恐是不祥之兆。陛下千金之躯，不可轻易涉险啊！滚开！圣祖皇帝的爱鸟降临，你们说是大凶之兆，我看你们才是大逆不道。竟真的是青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字，地上有字。陛下担心，这笔记。陛下，这字迹与圣祖爷曾亲手题在御书房匾额上的字迹一模一样。把掺了特殊药粉的饲料提前嵌在地砖缝隙里，引来鲸豚啄食，便能形成字迹。这装神弄鬼的系数，今日却成了最无懈可击的神迹。圣祖显灵，神迹，这是神迹呀！天降神迹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碧血丹心啊，不知在场诸位有几人撑得起这4个字？臣等。圣祖爷托梦金珠公主，又降下此等神迹，亲口说明朝中有小人阻挠两国互市。总不能这个时候你们曾高呼的祖宗遗训、金口玉言又不作数了吧？臣等万死，谨遵圣祖神谕。这朝堂的毒瘤终于可以拔了。公主，听陛下和七皇子的墙角，被发现了可是死罪。嘘，我刚才看皇帝老儿单独把七皇子留下了，肯定有大喜。老头，你不厚道，卸磨杀驴是不是？放肆！怎么跟朕说话呢？你少来这套！今天这出神迹可是我跟洛风累死累活搞出来的，你倒好顺水推舟清算了那帮老顽固，现在居然要立我当太子！瞧见我这条腿了没？你敢立我当太子，我立马就折了他，看你怎么让一个跛子当皇帝！你折一个试试，你前脚折了，朕后脚就让人给你打一废纯金的拐杖，抬也把你抬上龙椅。你个老无赖，我不干，谁爱干谁干！我要去封地当个闲散王爷。天下大战，由得你胡闹？这太子你当也得当，不当也得当，滚回去闭门思过。你们敢听墙角？怎么，本公主听不得？未来太子殿下要是敢灭口，护食条约我立刻撕了。不可理喻！原来七皇子是真的没有自恋，皇上对这个表面纨绔的儿子，还真不是一般的喜欢。听说会议开通了，和谈圆满成功了。是啊，边境的百姓终于有活路了。听说，我就说皇帝老儿不敢不答应吧。我亲自向他讨要你，说你长得顺眼，他二话不说就把你赐给我了。我大概算是一个小礼物，代表着两国和平与友好，被送给金珠公主，即将前往栾城镀金。去了栾城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最多3个月，我就去接你。你在京城也万事小心。放心，为夫还得留着这条命，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门呢。洛风，别磨蹭了，本公主还要赶路呢。你放心，本公主会把你媳妇儿养得白白胖胖的。
少爷，大喜事啊！少爷，宫里传出旨意了。什么事大惊小怪的？陛下赐婚了，栾城国远嫁了一位银珠公主来和亲，陛下将这位公主赐给您了。知道了，让府里上下赶紧准备迎亲的事宜，不可怠慢了这位银珠公主。少爷，您如今可是太子少府，这和亲的大事，您不用进宫谢恩吗？谢恩？太子都跑路了，我这少府去教谁啊？逆子，居然连夜翻墙跑去了封地，把他给朕抓回来！行了，我赋闲在家，正好有大把时间筹备婚礼，去把库房里最好的红绸都拿出来，我要办一场全京城最盛大的婚礼。得令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听说，你终于要名正言顺的成为我的妻子了。公主下嫁，将军卸甲，这是两国对和平最大的诚意。真气场派呀！将军娶公主，真是天作之合，可不是吗？听说这位栾城国的公主可是带着两国和平的诚意下嫁的。将军，我是栾城的银珠公主，或者你也可以叫我听书。明明说好了只去3个月就把你送回来的，这都超了5天了，我还以为金珠那个疯丫头要把你扣下不还我了呢。大丈夫小气鬼，不过就是迟了5天而已嘛。1天也不行，你知不知道我这几个月是怎么熬回来的？洛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了我新生，给了我一个家。傻瓜，是你救赎了我。5天而已，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们还有漫长的一生，来日方长。